牡丹呢，可能画叶子，画那种大写意的叶子就会用。一般我们这小写意泼墨的用的不多。这种的意思就是笔里面的水很多，可以多调一些颜色啦。比如说我这一笔的颜色调的很多很多，然后直接往上面甩，这样啊，用的颜色特别的多，把它泼出去。譬如说画中国山水画，那就会经常用到这种效果啊。画山水画，我们画这种小写意的牡丹应该用的不多啊。你可以把这一笔水调的很多，如果画山水画的话，它会用到这种效果啊。山水啊、石头啊，那么勾出它的这种变化，会用一些这样泼墨的手法。好，那么这个水分很多，让它自由的盛开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属于泼墨。这是两种的用这墨的这个变化。墨分五色啊，泼墨、破墨是吧？还有一种叫积墨，那这个积啊，堆积的积。譬如说我们在画字条的时候，你可以可以这样由大到小，然后呢，为了体现那个枝条苍老的感觉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画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点，然后在这个地方重复的去点。所谓的积墨就是一层一层的，我这个地方，等第一层干了，然后我再画第二层，当然那个需要时间。干了之后，在这个地方你加一些它的抬点或者点的变化，或者这个老子这个地方我就一层一层的叠加，干了之后再画一层，干了之后再画一层，一层一层的堆积，这个就叫积墨。山水画里面用的比较多，画牡丹呢用的不多啊，牡丹用的不多，除非我们画石头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画牡丹的枝条，这里可以这样干了之后可以再堆积，堆积之后它就形成一种苍老的感觉，一种厚重感。这个就是这个积墨基本知识画国画如果不会用墨，那么你这个国画就没办法画，因为国画就一定要用到墨当然有的也纯粹用色，一般来说是用色墨结合，有的是用纯墨的这种浓淡的变化，有的一般是墨和色的结合，是吧？不论你是写意的还是这个工笔的都会用。最后我们再简单讲一下用笔首先我们所讲的就是中锋，笔竖直来画，如锥画沙，就是这个笔笔的笔尖在这一笔的中间就这样，就是这个笔尖在这个中间，所以我们是竖直画的竖直画的，这个叫中锋。还有一个，如果你把笔侧下来，我拿个大笔更清楚调一点深浅的变化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时候这个笔呢，笔尖在一边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我们画竹子如果画那个牡丹枝条，有些枝条可以侧着画，就是笔尖在一边，这个时候叫做侧锋，就是它的笔尖在这一笔的一边，左边或者右边你可以这样画也行。那么这个也是侧锋就是斜着的，笔尖在这个笔画的一边，这个是笔尖在这个中间。那么中锋用笔就比较遒劲有力，侧锋用笔就比较宽阔可以比较随意，它两种笔法用的话就比较好。所以我们画牡丹的时候，譬如说我刚刚这里小的地方呢，这里我可以来点侧锋，然后中间点的话，或者我勾边边线的时候，修饰的时候我又可以用中锋边边这几段不是勾边，修饰的时候我就用浓墨这中锋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这里可以用点侧锋也可以可以多种笔法并用，那么才会显得比较灵活。
还有一种叫逆风，逆风那个其实跟中锋有点像啊。逆风这个也是书法里面的。逆风的意思就是本来这个笔呀，我往右边走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笔是弯的啊，那这样的，这样就叫逆风。按道理这个叫顺风啊，拖过去叫顺风。然后这个笔是转弯的，这样啊，朝那边的方向，然后这个笔是转了一个弯，然后这样弹出去，这样的力度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这种笔法叫做逆风。还有一种叫顺风，就拖着走的啊，跟这个有点像。常用的一般是这3种吧啊，再加上一种顺风，一般是中锋侧锋比较多一点啊，逆风跟这个。好，顺风的话就这样，那大家看一下，拖，譬如说我们写一笔的话，就这样顺风入纸，收笔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轻轻的这拖过去就顺风。逆风它就是弯的啊，把这个笔啊往上的时候，譬如说写一个中字，逆风的中啊，中国的中，由轻到重，这个是中锋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写行书比较长，那到下面的时候，这个就属于逆风了，因为你把笔这样反过来了，这一笔就属于逆风的变化。啊，这个笔是这样弯过来啊，朝上，就刚好你写的时候那个笔啊，譬如说我往右边写的时候，这个笔是弯的，看到没有？弯弯的，这个时候它也很有弹性啊。这样反的方向推过去，这个叫做逆风。用墨啊，墨分5色：焦、浓、重、淡、轻。然后这个墨色，它用墨的话分为破墨啊、浓破淡、淡破浓。泼墨就像画山水一样，或者画牡丹的写意的叶子。譬如说画兔子啊，画兔子它的毛就可以直接这样涂，很大的。画叶子，写意的叶子啊，抽象的叶子可以这样画。积墨的意思就是这些枝条啊或者石头一层一层的墨去堆积。用笔的话，常用的是中锋跟侧锋，后面还有2个比较难一点的，叫逆锋跟顺锋啊，这2种。逆锋就是那个笔是弯弯的，它有弹性啊。譬如说你往上走的时候，这个笔啊它是弯过来，这样大家看这里啊，这样走的呢，这个叫逆锋啊。顺锋的话就是这个笔啊，它是这样就拖嘛，拖过去就顺锋啊。这样看，这个拖过去是顺锋。如果是这样走的话，就是逆锋。那这个笔是这样的，像弓箭一样往上走啊。这样的笔它很有弹性啊，这个叫做逆锋。然后这样走的话就是顺锋啊。练书法的时候会用到这些。